不知道你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有没有过一个特别朴素的疑问：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，刚好就是到西天的距离，他背着唐僧飞过去不就完了？哪怕孙悟空不行，还有猪八戒、沙和尚，还有各路神仙随叫随到，为什么非要一步一个脚印，翻山越岭走14年，还要硬生生凑齐9981难？长大以后再读原著，这个疑问反而更深了。你说这是修行吧？可唐僧本来就是金蝉子转世，实世修行的好人，根正苗红。你说这是考验吧？可绝大多数劫难，要么是神仙的坐骑下凡，要么是童子作祟。说白了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。既然结局早就定好了，过程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折腾？大多数人都说这是如来佛祖要磨练唐僧的心性，要他历尽劫难方能修成正果，得道成佛，听起来天经地义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，9981难从来都不是给唐僧设的考验。从头到尾，如来真正想度的人根本就不是唐僧。先从最表面的说起，为什么偏偏是81难，不是80，也不是82？这背后是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数字逻辑。9是阳数之极，代表着极致圆满，也代表着尽头与转折。99相乘81便是极致中的极致，是所谓的99归真。在佛门的说法里，只有历经99之数的劫难，才能断尽烦恼，证得菩提，达到最终的圆满。所以你看原著里，取经团队到了西天，取到了经书，都开始往回走了。观音菩萨突然掐指一算，不对，9981难还差了一难。于是赶紧下令，让八大金刚把唐僧师徒连人带马从云端给扔了下去，硬生生在通天河补了最后一难。老袁因为唐僧忘了替他问寿命，一气之下把他们全都掀进了河里，经书失了大半，才算凑齐了这最后一难。你看，连差一难都不行，必须凑齐整数。这就像我们上学考试，差1分及格都不行，必须够数才算通过。那为什么非要凑够这个数？难道如来佛祖也搞形式主义？你要是这么想，就把佛门的修行想得太浅了。这81难不是凭空凑数的关卡，它对应着人心里的81重烦恼，81层执念。每一难都是一道关，每过一关就断除1分烦恼，降服1层执念。从贪嗔痴慢疑到眼耳鼻舌身意，人的烦恼有多少，修行的关卡就有多少。但问题来了，唐僧本就是实世修行的善人，一心向佛，信念坚定得不能再坚定，他需要用14年，用81道劫难来磨练吗？你仔细回想一下整个取经路，唐僧什么时候动摇过？女儿国国王权色双收，留他当一国之君，他咬紧牙关拒绝了。蜘蛛精、老鼠精百般诱惑，他守得住清规戒律，每次被妖怪抓去，蒸着煮着，刀架在脖子上。他最多哭2声，转头还是要往西走。从头到尾，唐僧的初心就没歪过，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合格的修行者，甚至可以说他下凡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要成佛。那这一路的打打杀杀、生生死死，难道都是做给别人看的？没错，就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但不是做给神仙看，是做给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看。很多人读《西游记》都把取经当成了唐僧一个人的升职记，从凡人和尚一路打怪升级，最后成佛成圣。但你站在更高的格局往下看，就会发现取经根本不是一个人的修行，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开课。这场公开课的主讲人是如来，观众是3界众生，尤其是东土大唐的凡夫俗子。而唐僧师徒就是台上的演员，他们要用14年的时间走一遍完整的修行路，把如何成佛这件事完完整整、明明白白地演给所有人看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直接把经书扔到大唐，不就完事了？原著里如来自己说过一句话，道破了所有玄机。他说：“经不可轻传，亦不可以空取。”这7个字才是整个取经项目最核心的底层逻辑。什么叫经不可轻传？不是如来小气舍不得经书，而是人性本就如此，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被珍惜。你免费送上门的道理，没人会当回事；你唾手可得的宝贝，没人会放在心上。
你想想看，要是孙悟空一个跟头把经书扛回大唐，往皇帝面前一放，说这是如来给的，能普度众生，你觉得大唐的百姓会信吗？大概率只会觉得这是个什么稀罕东西，从天上来的，能当饭吃吗？没人会珍惜，因为没有付出代价就没有价值感，没有经历过程就没有说服力。所以如来必须让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必须让他们经历9981难，必须让全天下都知道，这套经书是唐僧师徒用14年的光阴，用无数次生死，硬生生从西天扛回来的。只有这样，这经书才有分量，才有威严，才能让人心生敬畏，才能真的被人奉为圭臬，去读，去信，去修行。说白了，唐僧受的所有苦都是在为经书镀金，他走的路越长，受的难越多，这套经书的价值就越高，度化众生的效果就越好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如果只是为了抬高经书的身价，还犯不上设计整整81难。如来更深的用意是要通过这81难，告诉众生一个真相：成佛从来都不是靠别人赐予，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就得拆开来看，这取经团队的5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很多人说他们是5个性格迥异的角色，是一个完美的团队。但在我看来，他们根本就不是5个人，他们就是一个人。唐僧是这个人的肉身，是他的初心，是他的善念，也是他的软弱和凡胎。他手无缚鸡之力，动不动就哭，分不清好人坏人，经常犯糊涂。但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方向从来没变过，目标从来没动摇过。不管遇到什么，他都知道自己要往西走，要去取经。这像不像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本真的那个自己？也许没什么本事，也许很脆弱，也许经常犯错，但心底里总有一个最朴素的目标，总有一份不肯熄灭的善意。哪怕周围的人都在说算了吧，哪怕自己也偷偷掉眼泪，擦擦脸，还是会继续往前走。而孙悟空就是这个人的心气，是他的欲望，是他的嗔怒，是他不受管束的本性。他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，但也桀骜不驯，争强好胜，一言不合就翻脸，受不得半点委屈。他是我们的能力，也是我们的利器，是我们的骄傲，也是我们的执念。所以你看，取经路上最能打的是孙悟空，最能惹事的也是孙悟空。3打白骨精，他一眼识破妖怪，却因为性子太急，手段太狠，被唐僧逐走。真假美猴王，他因为受不了委屈，差点掀翻了整个取经局。绝大多数劫难，要么是他闯出来的祸，要么是要靠他去解决。修行路上最难降服的，从来都是自己这颗心，所以孙悟空叫心源，降服心源才是修行的第一要务。一个人本事再大，若是管不住自己的心，终究成不了事。那猪八戒呢？猪八戒是我们的贪念，是我们的欲望，是人性里最接地气的那些弱点。他贪吃、贪睡、贪财、贪色，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散伙回高老庄。他没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，也没有唐僧那么坚定的信念，他满脑子都是世俗的好日子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但你讨厌猪八戒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猪八戒，我们都有惰性，都有欲望，都想偷懒，都想舒服。工作累了想躺平，生活苦了想放弃，看到好处想伸手，遇到麻烦想躲开。这不是恶，这是人性，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本能。沙和尚就更有意思了，他沉默寡言，任劳任怨，没什么存在感，也没什么大本事，挑着担子一路跟到尾。他代表的是我们的痴念，是我们的麻木，是我们随波逐流的惯性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不都是像沙和尚一样吗？没什么大的想法，也没什么出格的举动，只是跟着生活的脚步，一步步往前走，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坏，不惹事，也不扛事，平平淡淡，普普通通。还有白龙马，一路上默默无闻，驮着唐僧走了108000里，连台词都没几句。它是我们的意志，是我们的隐忍，是那些我们不说出口但一直在默默坚持的东西。很多艰难的时刻不是靠惊天动地的本事撑过去的，就是靠这份不言不语的韧性一步步熬过去的。
你看，唐僧的善，悟空的嗔，八戒的贪，沙僧的痴，龙马的认，这5样东西凑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。有初心，有能力，有欲望，有麻木，有坚持，不完美但真实。所以取经哪里是5个人去西天，分明是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初心、嗔怒、贪欲、痴念和隐忍，在人世间走了一遭。而那9981难也不是路上遇到的妖怪，他们是你人生里会遇到的金钱诱惑、美色考验、小人算计、病痛折磨、信仰危机、自我怀疑，每一难都精准地打在你的某一个弱点上。过了金钱关，你就少一分贪；过了美色关，你就少一分欲；过了屈辱关，你就少一分嗔；过了生死关，你就少一分惧。等你把这81道坎都迈过去了，你身上的贪嗔痴慢疑也就磨得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的你，自然就成了佛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唐僧成佛不是因为他拿到了那几本经书，而是因为他走完了这一路，降服了自己的心魔，圆满了自己的心性。经书只是结果，走路的过程才是修行本身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说，照这么讲，那唐僧还是主角啊，修行的还是他啊，如来渡的不还是他吗？别急，接下来这个冷知识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你知道吗？唐僧并不是第一次去取经，在他之前他已经转世了9次，每一世都去西天取经，结果呢，每一世都走到流沙河，被沙和尚给吃了。沙和尚脖子上挂的9个骷髅头，就是唐僧前9世的头颅。9次出发，9次失败，没有徒弟保护，没有神仙帮忙，一个凡人孤身西行，最终都成了河妖的口中食。那为什么第10次就成功了？因为这一次如来给他配了徒弟，配了坐骑，配了一路的神仙保驾护航，连妖怪大多都是安排好的演员。问题来了，既然前9世都失败了，说明靠唐僧自己根本到不了西天。那如来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，非要让他死9次，第10次才安排好一切？因为前9次是唐僧自己的修行，是他自己发的愿，自己要走的路，失败了也是他自己的因果，如来不会干预，也没必要干预。修行本就是个人的事，自己的路总得自己走。而第10次已经不是唐僧一个人的修行了，这一次是如来要借着唐僧的第10世演一场大戏给全天下看。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一个凡人哪怕前9次都失败了，只要坚持走下去，第10次他就能成功，就能成佛。你想想，这个故事传出去，对芸芸众生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我这样的普通人，哪怕出身平凡，哪怕屡战屡败，哪怕一身缺点，只要我们守住初心，一步步往前走，我们也有修成正果的一天。这才是最强大的力量。它不是给你一本经书，告诉你该怎么做，而是给你一个榜样，告诉你有人做到了，你也可以。所以你看，如来从一开始目标就不是唐僧个人的成佛，他要度的是千千万万个像唐僧一样在红尘里挣扎，在困境里坚持的普通人。唐僧只是一个范本，一个符号，一个所有人都能带入的参照物。他的软弱我们都有，他的动摇我们都有，他的坚持我们也都有。他能走过81难，我们就能走过自己人生里的沟沟坎坎。这才是普度众生真正的含义，不是佛把你从苦海里捞出来，而是佛告诉你，你自己就能走出来。他给你指一条路，给你做一个榜样，至于走不走，怎么走，全在你自己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取经成功之后，唐僧成了旃檀功德佛，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，猪八戒、沙和尚和白龙马也都成了菩萨、罗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整个团队里变化最大的从来都不是唐僧，唐僧从开头到结尾都是那个一心向佛的和尚，他的初心从来没变过，变化最大的是孙悟空。从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到收敛心性的斗战胜佛，从桀骜不驯、不服管教到懂得慈悲、懂得责任、懂得隐忍，他的戾气磨平了，他的心性圆满了。他不再靠拳头解决所有问题，
不再因为一点委屈就炸毛。甚至可以说81难里至少有70难都是专门为孙悟空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孙悟空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样子，有本事，有脾气，有棱角，不服管，觉得自己天下第一，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是自己心里的齐天大圣？觉得自己能翻云覆雨，能改变世界，受不了一点委屈，忍不了一点不公。而真正的成长，就是从齐天大圣变成斗战胜佛的过程。斗战胜佛，斗的不是妖，战胜的也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嗔怒，自己的傲慢，自己的胜负欲。所以你看，连孙悟空这样的泼猴都能靠一路的历练修成正果，那我们普通人为什么不行？这就是如来的高明之处。他没有只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唐僧，他还塑造了有缺点、有脾气、会犯错的孙悟空，有惰性、有欲望、会退缩的猪八戒，有麻木、有沉默、会随波逐流的沙和尚。因为他知道，完美的榜样只能让人仰望，而不完美的同行者才能让人共情，才能让人觉得他都可以，我也行。说到这，我们再回头看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不能飞过去？因为飞过去的只是身体，而修行修的是心。心没有经过历练，就算到了西天也成不了佛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总想找捷径，总想找方法，总想一夜暴富，一步登天，看了很多道理，学了很多干货，收藏了很多攻略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道理是听来的，方法是学来的，都不是你自己的。只有你亲身经历过，摔过跤，吃过亏，撞过南墙，那些道理才会真正长在你骨子里，变成你的智慧。别人告诉你的永远只是知识，自己熬出来的才是人生。这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，也是9981难最朴素的真相。所有的捷径都是最远的路，所有的苦难都是必经的路。讲了这么多西游记，可能有人会说，这都是神话故事，跟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取经路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西天。也许是想做出一番事业，也许是想守护好一个家，也许是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也许只是想平平安安过完这一生。不管大小，那都是我们心里的真经。而我们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坎，那些难，那些让你深夜里崩溃，让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刻，就是属于你的9981难。你可能会遇到职场上的勾心斗角，就像遇到了背后捅刀的小人妖怪。明明你没做错什么，却要承受无端的算计和委屈。你可能会遇到感情里的分分合合，就像经历了一场情关劫难，掏心掏肺付出一切，最后只换来一场空。你可能会遇到创业失败，投资亏损，就像被抢走了通关的行李盘缠，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从头再来。你甚至可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病痛、意外，就像被妖怪抓进了洞里，生死未卜，看不到希望。这个时候，你会不会也像猪八戒一样，心里想着算了吧，放弃吧，回到自己的舒适区，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？你会不会也像孙悟空一样，满腹委屈，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还要受这些气？不如一拍两散，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逍遥自在。你会不会也像唐僧一样，感到迷茫，感到恐惧，不知道自己坚持的到底对不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我知道你会，因为我们都是凡人，都有软弱的时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些事偏偏发生在你身上？为什么老天要让你受这些苦？就像我们总问为什么唐僧非要经历81难一样，因为只有经历这些，你才会成长；只有熬过这些难，你才会变强。那些打不倒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。这句话不是鸡汤，是事实。你被小人算计过，才会看懂人心，学会防备，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人，就不会再轻易吃亏。你在感情里受过伤，才会懂得珍惜，学会爱人，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的感情。你摔过跤，跌过跟头，才会看清脚下的路，走得更稳，不会再因为急功近利而摔更重的跤。
你熬过最黑暗的日子，才会明白，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坚强，原来没有什么坎是真的过不去的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你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扛过的难，最终都会变成你的底气，你的格局，你灵魂的厚度。就像唐僧师徒走了14年，打了无数妖怪，看似绕了远路，吃了苦头，可正是这一路的经历，让他们从一盘散沙变成了生死与共的团队，让他们从各怀心事的个体变成了心性圆满的佛与菩萨。拿到经书只是一个结果，真正让他们脱胎换骨的是这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，是每一次化险为夷后的庆幸，是每一次矛盾和解后的默契，是每一次生死与共后的坚定。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你最终能得到什么，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，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守住了善良，没有因为受过伤害就变得刻薄；你学会了坚韧，没有因为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；你懂得了包容，没有因为意见不合就针锋相对；你战胜了自己，没有因为欲望诱惑就偏离初心。这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的奖赏，这才是属于你的修成正果。很多人都说，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，深以为然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，各种各样的压力。房贷、车贷、工作、家庭、健康、人际关系，每一样都像一座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有时候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却还是看不到希望；明明已经很用心了，却还是搞砸了一切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自己，这样熬下去到底值不值得？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这个时候，我希望你能想起唐僧，想起他14年的西行路，想起他9981难的煎熬。没有谁的成功是凭空而来的，没有谁的圆满是轻易得到的。你觉得难走的路往往都是上坡路，你觉得难熬的时刻往往都是成长最快的时刻。别着急，别焦虑，别总想找捷径，一步一步走，一关一关过。你今天多扛1分，明天就多1分底气；你今天多熬一夜，明天就多1分从容。你要相信，所有的苦难都是来渡你的。就像如来没有直接把经书送到大唐，而是让唐僧走了14年，生活也不会直接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，它会让你兜兜转转，跌跌撞撞，在这个过程中把你打磨成配得上它的样子。等到你走过所有的坎坷，降服了所有的心魔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所谓的灵山从来都不在遥远的西天，它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走过的每一步路上。当你内心坚定，心性圆满，你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灵山。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，这世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佛，只有熬出来的人。你经历的每一次劫难，都是在为你的人生开光。别怕路远，别怕难走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总有一天，你会翻过所有的山，渡过所有的河，见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光。